Hello 啊，各位骚棒，今天咱们继续被雷人剧情精神折磨。开局女主就给我整不会了，说她和男主傅远洲是世界上最恨彼此的人。我寻思这又是啥子相爱相杀的歪歪网文剧情，结果下一秒前情提要来了。原来上一世女主周可然强行嫁给傅远洲，还顺手把自己的亲妹妹周明月送去跟一个残废联姻。好家伙，这操作我直接一个地铁老人看手机。果不其然，妹妹周明月不堪受辱，直接嘎了。而深爱着妹妹的傅远洲自然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了女主身上。女主含恨而终，临死前总结陈词：我这一世活像个笑话。我的妈，有一说一，姐们你对自己认知还挺清晰的嘛？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怎么可能？重生跌 buff 虽迟但到，女主多 M 一下就回到了当年求爷爷赐婚的那一天。看着眼前执迷不悟的恋爱脑自己大彻大悟的女主当场反悔，表示这傅远洲谁爱要谁要，我不嫁了，并且她还要代替妹妹嫁给那个传闻中的病秧子沈平京。我直接一个好家伙，女主这是拿到了爽文大女主剧本，准备开启事业线了啊！但她那个妹妹周明月可不是傻子省油的灯，一听说姐姐要把金龟婿让给自己，她非但不感激，还跑来阴阳怪气说女主是在炫耀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这脑回路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感情在你眼里，你姐抢了你嫁给病秧子冲喜的福气，更逆天的还在后面。这边姐妹俩还没掰扯清楚，男主傅远洲已经开始了他的表演。妹妹周明月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就开始了他的绿茶剧场，说自己不想嫁，然后立刻表演了一个吞药自杀。好家伙，这碰瓷技术堪称专业。傅远洲这个下头男也是光速上钩，抱着刚洗完胃的周明月，那叫一个心疼，他真的我哭死。转头到了拍卖会，女主想把自己老妈的遗物一个凤霞头冠给拍回来，结果傅远洲为了哄她那个好妹妹开心，直接跟女主杠上了，从300万一路飙到2000万，最后更是开大，直接来了个点天灯，用无限加价的方式把头冠拍给了周明月。这操作强烈建议纳入当代舔狗行为大赏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周明月拿到头冠后，对着下跪求她的女主一顿羞辱，骂女主和他妈都是贱人，然后啪的一声，亲手把那个价值几千万的头冠给摔了个稀巴碎。我的妈，这是啥子逆天操作？傅远洲就在旁边，屁都不敢放一个，还说这是给妹妹的补偿。看到这里，我的头快要裂开了，小伙伴可以把保护打在弹幕上。婚礼当天，傅远洲以为自己终于能和心爱的明月喜结连理，结果头杀一掀，新娘居然还是周明月，他人都傻了，啷个回事？原来女主早就把婚书上的名字换成了自己，替妹妹嫁去了沈家。傅远洲当场阴谋，婚礼也不要了，就要去把女主追回来。不是，哥们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你过这眼追妻火葬场呢？你觉得我信吗？镜头一转，来到我们女主这边，一进沈家这个龙潭虎穴，下马威就来了。老公沈平京没露面，二叔和二婶就联合恶毒老妈子王妈，逼着女主下跪敬茶。咱重活一世的女主可不是经验宝宝了，直接火力全开，反手就是一巴掌，当场宣告主权。就在二叔准备动用武力时，我的妈，那个传说中瘫痪在床的病秧子老公沈平京竟然自己走出来了，还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，直接把女主公主抱回了房间。房间里，俩人迅速达成史密斯夫妇式合作。女主表示，情爱啥的没意思，老娘现在只想升级打怪，我帮你夺回沈家，你给我20%的股权。更绝的是，女主外公是中医国手，她一把脉就发现，老公这哪是车祸后遗症，这分明是中了慢性毒啊！好家伙，柯南剧场正式开启，女主连夜排查，又是查食谱，又是验药罐，3下5除2就锁定了凶手，那个恶毒老妈子王妈。一盆加了明矾的水，直接让王妈手上沾染的毒素现了形。眼看事情败露，幕后黑手二婶只能弃车保帅，让王妈顶罪。事情到这儿，二叔这个老油条又动起了歪心思，他居然想策反女主，还爆了个大料，说沈平京那场车祸不仅废了腿，连当男人的能力都废了。我直接绷不住了，这信息量哈，人啊！咱女主鸟都不鸟他，反手又是一个大逼兜。另一边，傅远洲还在借酒消愁，得知女主嫁人后，他居然说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大哥，你又想得逞个啥子？你这致命空大也太多了吧！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